你不是天，又怎知我是伤天害理而不是替天行道？当刀剑对准薛氏和皇族时，谢薇的态度揭开了江雪宁死亡的真相。江雪宁18岁回府，管事的王妈妈欺她在田庄长大，府里一个人也不认识，当她是个好拿捏的主子。江府的生活枯燥乏味，江雪宁成日不能出门，见到的人和事总那么几样。只有燕林既待江雪宁在京城中肆意玩闹，又为她讲述奇闻异事，总是疼着她，护着她。江雪宁的骄纵，一半是燕林惯的，一半是父亲江伯友想着她是未来的世子妃而放任的。对于隔着生母且性情迥异的姐姐，江雪宁先是默许下人欺负江雪慧，接着抢了江雪慧的心上人沈介。江雪宁自小远离生母孟氏，由深恨孟氏的小妾婉娘抚养长大。出身卑微的婉娘受够了郑氏的颐指气使，一直给江雪宁灌输要当皇后的思想。她给了江雪宁欲望，却没教给江雪宁应付宫廷斗争的手段，这是江雪宁悲剧命运的源头。江雪宁理所当然地享受着燕林对她的好，甚至把周银之这条毒蛇引到了燕林身边。周银之做事滴水不漏，颇得江雪宁器重。他通过江雪宁结识燕林，栽赃燕林父子谋反。燕氏逢难，三族皆遭流放，江雪宁则成了沈介的王妃。其实不管燕氏是否出事，江雪宁都是一意要嫁给沈介的。他对燕林本未存落井下石之心，只不过两件事情前后脚发生，再加上周银之是江雪宁的人，燕林恨上江雪宁不意外。大阅进犯，和亲的沈芷依被杀，沈介悲痛之下为永义侯府平反，启用燕林。燕林在边关立下战功后，转投谢薇，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卷土重来，控制了皇宫，软禁江雪宁。重用一心向着权势的周银之，是江雪宁走的最错的一步棋，也是他死亡的导火索。一天，沈介带着江雪宁游玩，遇到一行打海上来的深目高鼻的商人，正当街兜售一些奇怪的果子。太监郑宝眼尖，认出探花魏熙正和商人讲价，要买对方的果子和种子。价钱没谈拢，魏熙立在街面上不肯走，沈介替他出了钱，解了围。魏熙惯好研究田间地头的事。有一年，他献宝一样送给江雪宁1筐榴莲，熏得江雪宁勃然大怒，跟沈介打小报告说魏熙羞辱他。第二天上朝，沈介一纸调令，把翰林院编修魏熙外放做了县令。谁知仅仅过去1年，魏熙政绩斐然，缴税纳粮比过去翻了一番，龙心甚悦。就在江雪宁想着打压魏熙的时候，内务府的太监又抬了3筐咸鸭蛋来，说是魏熙孝敬的，专门感念江雪宁的举荐之恩。江雪宁识人不清，为后4载，亲小人远贤臣，是他给自己套上了夺命的枷锁。沈介儒雅端厚，江雪宁嫁给他后，两人从未吵过架。一是因为沈介真正喜欢的是江雪慧，二是因为江雪宁也不喜欢沈介，他喜欢的只是皇后的位置。江雪宁弄权惹来朝堂非议，太后施压，薛叔入宫，沈介对江雪宁便只维持表面的情谊了。繁华地，争斗场，江雪宁利用周银之对付薛家，张遮则屡屡弹劾周银之败坏朝纲，两人水火不容。初时，江雪宁对张遮不见其人，久闻其名，即致见了，二人互生情谊。周银之被薛家拿住把柄，江雪宁竭力想要保住自己的势力，哀求张遮网开一面，却不知周银之已经倒戈，在张遮断他清白后主动上交证据，陷张遮于险境。周银之官复原职，赏银1000两。张遮入狱不过半月，家门被抄，老母撒手人寰。张遮母亲的死是压垮江雪宁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燕林回京第一件事便是命人将周银之乱箭射死，钉在宫门上。优柔寡断的沈介为人毒杀，留下诏书从宗室过继储君，命江雪宁垂帘听政。江雪宁那时已被燕林软禁，连沈介最后一面都没见着，只知道储君在赶来京城的途中被燕林以平南王逆党的名义杀死。燕林冲谢薇嚷道：她怎么能当太后？她该是我的皇后。魏熙千里迢迢赶回京城，骂燕林和谢薇犯上谋逆，要求他们放了江雪宁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燕林都会躺在江雪宁的床榻上，给她讲述流放时的所见所闻，
一如那个给他讲奇闻异事的少年。前朝让江雪宁殉葬的奏折如雪片般飞来，不堪受燕翎侮辱的江雪宁自刎于宁安宫。临终前，他见了谢薇，以己之命换张遮无恙，留下遗言托魏良替自己折一枝梅送给张遮。大梦一场，江雪宁醒来时男装打扮，身旁躺着醉酒的沈介和燕翎，距离燕氏被抄家还有2月。江雪宁救游方银时，本没有对胆小怯懦的他抱有希望，但当游方银带着赚到的2500两出现时，江雪宁意识到自己可以同命运博弈，逆天改命。江府没有可用之人，江雪宁去找了周银之，开门的是小妾妖娘。江雪宁让妖娘以周银之的爱马生病为由，将他从衙门叫回家，点破周银之的动机，警告他莫要牵涉燕薛2家争斗。燕家风雨欲来，江雪宁又与燕翎亲厚，周银之奉了薛远的命整治燕家，自是不肯让人知道自己和江雪宁有瓜葛。江雪宁见周银之对每日亲自喂养的马说杀就杀，知其狠辣，因此哪怕周银之通风报信，对燕氏亲善，江雪宁还是对他心存戒备。燕翎观里，谢薇的祝词里没提为人臣者当尽忠。就在他将簪子穿过玉关为燕翎束发时，薛远奉旨抄家，燕氏被流放黄州。沈郎性情阴鸷，器重心狠手辣的周银之。周银之平步青云，渐渐便不与江雪宁走动了。4年后，大越犯边，谢薇命人四处散布和亲的长公主沈芷依被困大越的消息，沈郎若不出兵去救，就是不义。接着，燕翎矫诏夺了兵权，率军攻打大越。就在燕翎踏平大越王庭的这一日，边关的消息抵达了京城。战事刚起时，平南王趁机揭竿而起。沈郎内忧外患，只能将计就计，下旨让谢薇去燕翎那里督军。谢薇名正言顺地来到边关，非但支持了燕翎，还稳定了军心，迅速迎回沈芷依。不久，多疑的沈郎派周银之以犒军的名义出京，意在瓦谢燕翎的势力。燕翎谋反，靠的是游方银和吕贤给他供给粮草。周银之的目标是偷走游方银的印信，取得其存放在各大钱庄票号里的财产。与江雪宁闲谈时，周银之说漏了嘴，谢薇立刻派侍卫刀秦去捉拿周银之。周银之抓了游方银，刀秦投鼠忌器，险些被周银之一刀削去脑袋。周银之趁着刀秦躲避的空隙，杀了游方银，逃回了京城。平南王和沈郎打得2败俱伤，燕翎和谢薇坐收渔翁之利，挥师中原。江雪宁见周银之即便妻妾成群，也不曾薄待姿色平平的妖娘，于是让刀秦劫走了怀孕的妖娘。兵临城下，周银之大开城门，假意忏悔，降虏了江雪宁换自己和妖娘活命，被早有防备的刀秦等人制住。上一世，周银之害了燕氏和张遮，这一世，周银之杀了游方银，江雪宁新仇旧账一起算，周银之非死不可。上一世，周银之贪慕权势，陷害燕氏，出卖江雪宁，导致张遮被处死，江雪宁自尽。临终前，江雪宁留下遗言，折梅送张遮，既表示他对重用周银之的后悔心情，也预示着这一世他会竭尽所能的改变命运。江雪宁亲手杀了周银之。周银之弥留之际呜呜咽咽，江雪宁听出他是要问妖娘下落，但就是不说。在江雪宁看来，最痛苦的死法便是直到咽气都不知心系之人的安危，这是江雪宁对周银之最狠的报复。